为了达成跟恶魔的协议，女人握着尖刀来到小男孩的家，只要把他杀掉，他就能逃出这座小镇。殊不知，这回疯狂的举动将会让他追悔莫及一辈子。但莎拉并没有马上下手，而是把男孩诱骗到了牧场里，因为在这个地方杀掉他，他才能把罪名推给那些怪物。可就在莎拉准备行动时，却正好被赶到的哥哥看见了。Sir, what are you doing? This is how we go home. 趁着莎拉走神的瞬间，男孩赶紧挣脱了束缚跑了出去，而哥哥也立刻抱住莎拉，生怕她继续铸成大错。可就在莎拉挣扎的过程中，却意外划破了哥哥的喉部。此时牧师刚好目睹了这一幕，但他却没有出声制止，而是死死地盯着莎拉看。很快牧场就聚满了围观的人，可莎拉和牧师却消失不见了，只留一具尸首在地上躺着。这一幕让所有人十分恐慌。明明黑夜已经足够恐怖，可现在白昼也变得危险起来。而离奇的是，牧师明明目睹了莎拉行凶，但却刻意将这件事隐瞒下来，显然背后藏着什么秘密。而为了让众人安心，他表示莎拉逃进了树林里，如果在天黑之前返回，他和警长会立刻把他抓起来，但如果没能返回，就说明莎拉已经被怪物杀死了。众人听完这才放心散去，但他们万万想不到，在教堂的地下密室里竟然关押着一个女人，而这个人正是刚才逃跑的莎拉。按照镇子上的规矩，莎拉应该被关进铁皮房过一夜。牧师之所以把她救出来，目的就是为了逃出这个该死的地方，因为他清楚莎拉能够跟恶魔沟通，所以想尽办法把她保护下来。眼看牧师已经洞察一切，莎拉也不再隐瞒了。他说只要满足对方的要求，小镇上的人就能活着离开。牧师很好奇他为什么会相信这些鬼话，但还没等莎拉开口回答，他就忽然变得痛苦万分，甚至催促牧师拿纸笔过来。They want me to show you something. 很快，莎拉就完成了这幅画，但牧师在看见纸上诡异的图案之后，竟有些看不懂是什么。然而，莎拉接下来说的话却差点把牧师吓傻了。You bury the bag, and then this is proof. 原来，在他踏入小镇的第一天开始，恶魔就已经盯上他了，这让牧师回忆起了当年的往事，于是立刻带着工具来到埋袋子的位置。果然，在一番挖掘后，发现当年的袋子还埋在原处，而里头藏着一件染血的衣服。至于恶魔画出来的图案，和他袋子里的零食包装完全一样。看来每个来到小镇的人之前都有着不为人知的秘密。这里有个隐喻，染血的衣服和埋藏的秘密。我们每个人心里是不是都埋着一个袋子？那些不敢面对的过去，那些想要永远忘记的事情。牧师穿着神职人员的衣服，站在道德高地审判别人，可他自己的双手也不干净。这个设定让人不寒而栗。也许我们每个人都只是在等待自己的小镇出现。与此同时，警长也在探寻逃出小镇的办法。他不想一辈子都困在这个地方，整天整夜都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。而上回在房车里过夜的经历，让他有了去森林探险的念头。那里是怪物经常出没的区域，所有人都把森林当成了禁区，但警长却认为那里或许能找到回家的出路。于是他准备了物资和装备，打算到森林深处探索一番。毕竟那些能够阻挡怪物的符咒石，就是他在森林里发现的。而警长在出发前特意交代副警长代替自己，但这却遭到了对方的反对，因为警长就是小镇的定心丸，只要有他在，所有人才能安心。无奈之下，警长只好说出了一个秘密。原来他发现自己得了帕金森，手脚已经开始出现抽搐的症状，总有一天他会提前病倒，到那时就再也无法保护大家，所以他只能现在想办法，尽可能的让大家离开这个地方。这一段真的让人破防。真正的英雄不是无所畏惧，而是在恐惧中依然选择前行。警长知道自己时日无多，可他没有选择躺平等死，而是在最后的时光里为所有人寻找希望。然而他并不知道，在这个可怕的小镇上竟然又有了新人的加入，而这个男人的到来或许会给小镇带来不一样的变化。很快男人就被带到了安全屋，可这里的居民却十分奇怪，二话不说就将男人绑了起来。原来这里有个特殊的规矩，每个刚来小镇的新人都会被单独隔离一夜，直到天亮才能恢复自由。而为了让男人有个心理准备，首领向他说明了这里的注意事项。每当太阳落山后，怪物就会从森林中出来追杀人类，直到天亮才会离开。本以为男人会害怕，却不料他竟然笑了起来。Bravo. Oh, money well spent. 原来杰德把这当成了逃生游戏，他还以为这是旅游公司附赠的项目，只要逃离就能获得大奖。杰德的出现是个绝妙的对比，当所有人都被绝望压垮时，一个局外人的乐观反而显得格外刺眼。这种认知错位制造了一种荒诞感。同样的处境，有人拼命求生，有人却当成游戏，这让我们反思，也许困住我们的不是环境，而是我们对环境的认知。当然，杰德很快就会为自己的天真付出代价，于是杰德决定寻找线索，打算尽快破解这个游戏。很快他就来到了一处地窖，本以为这里就是逃离的出口，却不料在他进入地窖后，竟发现门后躺着一具尸体。然而奇怪的是，
是，转眼间尸体却又消失不见，只剩头顶的一个特殊符号。杰德被吓得撒腿就跑。可虽然他经历了可怕的事，但却还是不相信这里的一切，认为刚才的尸体只不过是幻觉。直到副警长带他来到一处墓地，杰德这才意识到小镇的可怕，因为墓地里躺着的不是别人，而是那位消失的司机。为了安抚杰德的心情，副警长将他带回了局里，并告诉他，这里最可怕的不是怪物，而是人们内心的恐惧，它会让人变得失控，所以只有保持冷静，才有机会找到逃走的办法。但此时无线电却传来了声响，而杰德似乎想到了什么，直接抱着无线电就跑了出去，因为他刚好是个工程师，只要修好无线电，或许就能联系到外界。可无论他如何尝试，无线电始终都收不到信号。但在一番打听过后，他得知小镇上有一名建筑师，于是当即找到对方家中，邀请他一同寻找逃离的方法。在得知杰德的想法后，吉姆当即就答应了他的请求，决定将无线电放在更高的地方尝试。但在此之前，杰德还要利用自身实力将无线电的信号增强。于是他再次来到第一次出现的地方，把车内能用的零件全部拆了下来，并制作了一个简易的天线。随后两人找到这里最高的地方，打算将天线挂在树上测试。可就在一切准备就绪后，树上却流下来大量血水。当杰德向上看去时，却发现树上不知何时挂满了尸体。而更诡异的是，上次的符号竟再次出现。可还没等杰德反应过来，一颗子弹就差点打在他的身上。杰德被吓得撒腿就跑，但却还是被对方追上，眼看就要命丧于此。可那个怪物却又凭空消失。Jake, right here. 这时周围再次恢复正常，而身上的血迹也消失不见。显然杰德又一次出现了幻觉。由于这次惊吓过度，还没等测试结束，他便提前离开。殊不知，在他走后没多久，无线电竟收到了信号，虽然有些微弱，但这也证明他的想法产生了效果。与此同时，惊魂未定的杰德回到餐厅，不停在纸上画着最近看到的符号。自从这个东西出现后，他就一直遇到怪事，可却始终都无法解开其中的谜团。但刘太太在看到杰德的画后，突然感觉有些熟悉，于是立刻来到存放旧物的屋子，找到了曾经已故之人留下的箱子，并从里面掏出了一本厚厚的笔记本，而上面也出现了杰德碰到的符号。然而就在杰德寻找线索的时候，避难所那边却发生了意外。一个男人趁着所有人入睡时，竟悄悄拉开了窗帘，而外头正站着一个怪异的女人。When can I come inside? 看来用不了多久，避难所将会变成怪物的乐园。